来看和嫡姐进错婚房，清冷权臣变忠犬。今天咱们来唠唠一出强行降智、阴差阳错的古偶经典批家大戏。裴家两姐妹偏要选在同一天出嫁，姐姐裴慕英嫁给谢家老大，妹妹裴淑仪嫁给谢家老二，一看就是要搞事情。本以为是双喜临门，谁能想到这届新娘连老公都能认错，竟然在上轿前盖错了盖头，离谱的进错了洞房。这下可好，编剧大笔一挥，原本的当家主母成了弟媳，而传闻中的纨绔子弟却才狗屎运娶了京城第一贵女。谢家两兄弟新婚夜本来都说好了不圆房，谁成想这么一关，古偶套路的好戏才刚刚开始，床都要摇散架了吧。老二谢之瑜是出了名的纨绔，一进门就立 flag， 嚷嚷着绝对不和裴慕英成亲，真香定律警告。可我们的裴慕英大小姐也不是好惹的，大女主剧本一拿，直接让她睡地上，搞得谁稀罕你这个弱鸡一样。而另一边，大名鼎鼎的世子谢灵衡，外界传闻他是芝兰玉树的翩翩君子，实际上多半是个重度傲娇怪。结果新婚夜里对上裴淑仪，不仅嫌弃人家是唯唯诺诺的草包，还被裴淑仪直接赏了一个大嘴巴子，干得漂亮。第二天一早，这种瞎子都能看出来的盖错盖头的事情彻底败露，裴老爷和裴夫人赶到谢府，也是一脸懵逼加无语。唯恐天下不乱的裴家二姐还在旁边拱火，说大少夫人必须得是京城第一知书达理的贵女，妥妥的反派绿茶发言。她直言裴淑仪就是个不学无术的败家女，嫁给世子当主母，简直是有辱门楣，必须马上换回来，可惜编剧不答应啊。裴淑仪脾气上来了，换就换，谁稀罕你们国公府？裴慕英更是霸气护妹，差点当场拔剑砍人，物理说服最为致命。关键时刻，谢灵衡发话了，听说他有严重的厌蠢症，大家都以为他会迫不及待地换回裴慕英，结果人家就好这口。可谁能想到，霸总附体的谢灵衡竟然当众拒绝交换，表示自己的妻子只有裴淑仪一个人，妥妥的护妻狂魔上线。原来裴淑仪曾在佛前许愿，希望未来夫君样貌俊朗，家财万贯，最重要是能治治谢灵衡那个讨厌鬼。佛祖听了都头大。脑回路清奇的谢灵衡听到这个愿望后觉得很有意思，虽然嘴上嫌弃，身体却极其诚实的决定不换了，这不就是抖 M 吗？裴淑仪也被激起了斗志，既然大家都看不起她，她偏要开启逆袭副本，当好这个当家主母，给大家看看这打脸爽文。另一边，作死小能手老二谢之瑜成婚第二天就跑去花满楼喝花酒，这可把裴慕英给气坏了，准备全军出击。裴慕英直接化身母老虎，杀到青楼抓人。谢之瑜还跟狐朋狗友吹牛，说家里那个黄脸婆管不着他，阎王也在向他招手。结果一回头，裴慕英亮出婆母似的精仗，当场物理超度教他做人，吓得谢之瑜秒变孙子，只敢老老实实的跟着走。回门宴上，裴慕英担心妹妹受委屈，甚至提议晚上套麻袋，去把谢灵衡狠狠揍一顿。这姐姐是真能处，有是真上。裴淑仪这眼狗连忙拦住，害羞的表示，其实自己挺喜欢谢灵衡的，毕竟人家有钱长得帅，三观跟着五官跑了。他还心狠大地自我安慰说，谢灵衡成婚2夜都不来圆房，估计是因为害羞，或者是外界传闻的那方面不行，太毒舌了。这作死的话刚好被路过的谢灵衡听个正着，世子爷男人的自尊心瞬间受到了极其惨烈的降维打击，脸都绿了吧。没眼力见的谢之瑜还凑过来问大哥打算什么时候和离，谢灵衡全身就生嘴最硬，说自己绝对不会让爱慕他的妻子受辱。于是死要面子的谢灵衡当晚就找裴淑仪约法3章，表示可以给他名分和保护，但绝不能动真感情，立这种必倒的 flag。裴淑仪也毫不客气的反击，表示就算天底下男人死光了，也不会喜欢他这种油腻霸道男。狠话环节谁怕谁啊？两人在小学记事协议里为了谁听谁的话争执不下，最后竟然假公济私加了一条为了延续香火的补充协议，真会玩。尴尬的回门宴继续，裴母询问2个女婿女儿在府上的表现，2个女婿的回答简直天差地别，这修罗场绝了。戏精谢灵衡夸裴淑仪温婉可人，裴淑仪为了扮演合格的主母，甚至狂飙演技违心，表示大度支持夫君纳妾，太虚伪了。相比之下，被家暴怕了的谢之瑜则直接发誓，求生欲爆表，表示自己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绝对不敢纳妾。就在这时，搞事精裴家二姐突然带来一个剧组找来的群演穷书生，书生一上来就抱着裴淑仪喊冤，强行指责他喜新厌旧。二姐这个低段位反派在一旁落井下石，非要书生拿出证据。书生掏出了一块老掉牙道具，带有裴淑仪归明和桃花刺绣的帕子。
裴淑仪认出帕子是自己的，但坚决否认私相授受。书生这拙劣的演技却继续加戏，指责他忘恩负义，导演能靠他盒饭吗？护妻狂魔谢凌亨走上前来，一针见血的无情指出，裴淑仪是出了名的败家女，怎么可能因为几幅破画和穷酸书生好上？他这损色明着是帮妻子洗脱嫌疑，暗地里却在吐槽裴淑仪没文化，根本看不懂画，这让裴淑仪又气又无奈，伤害性极大。裴淑仪赶紧顺水推舟，大声说自己喜欢的是谢凌亨这种有钱帅气的，穷书生根本连谢凌亨的脚趾头都比不上，拜金的很诚实。书生这战五渣眼看露馅，情急之下苗松指认是旁边的柳姨娘，指使他来陷害三小姐的，反转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这种弱智阴谋败露后，谢凌亨顺势用督察院的威势强行施压，让裴老爷不得不将柳姨娘轻飘飘的禁足3个月，就这惩罚。回房后，裴淑仪借着喝了点酒耍酒疯，抱着谢凌亨不放，两人在床上拉扯间强行发糖，感情开始升温，观众都看懂了。裴淑仪这车开得猝不及防，还吐槽谢凌亨身上的玉佩太硬顶着他了，谢凌亨直接让他闭嘴，气氛瞬间暧昧到了极点。哦吼！然而谢凌亨抱着裴淑仪回房这种在古代算荒唐的举动，八卦传播速度惊人，很快就传到了上妈老夫人的耳朵里。保守的祖母认为裴淑仪没规矩，竟然特意从宫里请来了大家的童年阴影容嬷嬷，准备拿小针扎她，好好管教她，快跑啊！与此同时，学霸裴木英发现学渣谢知瑜居然连书都不读，天天在家里逗虫子玩物丧志，气压低到要杀人。他直接掐住命脉，把谢知瑜心爱的蟋蟀铁柱给藏了起来，威胁他如果不认真读书，就永远别想见到铁柱。铁柱做错了什么？为了夺回宝贝铁柱，谢知瑜只好极其痛苦地硬着头皮开始背《论语》，这鸡飞狗跳的场面简直滑稽又搞笑，绝了。另一边，容嬷嬷对裴淑仪实行惨无人道的高压管教，稍有不对就动手体罚，裴淑仪被打得满手是伤，看着都替她疼。妹控裴木英心疼妹妹，直接武力值爆表出手阻拦，甚至和容嬷嬷刚正面硬核对峙，霸气表示谁来教训她妹妹都不行。容嬷嬷这老刁奴抬出皇后娘娘压人，裴淑仪为了大局，只能苦情系上身拦下暴怒的姐姐，让容嬷嬷先小人得志的一时。晚上谢凌亨回房，裴淑仪又开始飙戏，故意装出温顺听话的样子，还给他准备了大补汤，疯狂暗讽他昨晚不行，绝杀。谢凌亨被激怒后，正准备展现雄风发作，却好巧不巧的无意中看到了裴淑仪手上被容嬷嬷打出的伤痕，这该死的转折。闷骚男谢凌亨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极其护短。第二天直接用霸总特权世子的令牌进宫，请来御医给妻子看病，好大的排场。谁知御医这个老糊涂说漏了嘴，暗示谢凌亨也需要把脉。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裴淑仪在旁边煽风点火，让他有隐患赶紧治。差点社死的谢凌亨尴尬的把御医轰赶走，黑着脸咬牙切齿的警告裴淑仪，绝对不要怀疑他作为男人的硬核实力。随后谢凌亨男友力 Max 直接找到祖母，硬刚明确表示以后裴淑仪学规矩的事，不用长辈瞎插手，这波操作我给满分。顽固的祖母不依不饶，强行派发主线任务，提出如果裴淑仪能独立办好70大寿的寿宴，就承认她，否则就必须纳平妻。为了守护正宫地位，不让别的女人进门，裴淑仪开始疯狂卷，拼命学习看账本。结果这经手指一开，发现谢凌亨背地里富可敌国。炫富狂魔谢凌亨掏出一叠私产地契，承诺只要裴淑仪能顺利通过寿宴的考验，就把这10万两黄金的私产全给他。超能力啊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见钱眼开的裴淑仪为了金子直接开启了学霸模式，甚至连晚上约定的房事都打算推迟。男人哪有搞钱香？另一边，被折磨疯的谢知瑜也终于背完了书，像个二傻子一样开开心心的找裴木英领回了自己的宝贝铁柱。裴淑仪甚至跑来和谢知瑜一起读书，这两姐妹在书房化身教导主任，互相监督，纯是为了未来的大权努力拼搏，事业披觉醒。到了大显身手的实战阶段，裴淑仪去茶宴成衣铺，凭借开了挂般高超的算术，瞬间揪出了黑心掌柜虚报价格和工钱的套路猫腻。掌柜吓得华贵在地求饶，裴淑仪展现了合格主母的恩威并施，圣母光环大开，居然自掏腰包补齐了亏空，强行收买赢得人心。偷窥狂谢凌亨在暗中观察，对妻子的进步非常满意，强行发誓表示自己此生除了她，绝不会再娶其他人，这波狗粮我先干为敬。晚上回到房间，看着裴淑仪深夜还在苦哈哈的挑灯看书，谢凌亨假惺惺又有些心疼的劝她注意眼睛，别装了，你心里乐开花了吧。两人在油灯下疯狂制造暧昧温馨互动，伴随着工业糖精，不知不觉中两颗心已经彻底毫无逻辑的贴在了一起。谢凌亨这血气方刚的小伙，由于太久没有圆房，
火气过旺，甚至非常丢脸的流了鼻血，被裴淑仪毫不留情、无情的疯狂嘲笑了一番。搞事闺蜜从远方寄来了盲盒新婚礼物，神神秘秘的。懂事的丫鬟特意嘱咐晚上一定要和世子爷一起看，这车速绝对要超标啊！裴淑仪收完账回府，半路必与无脑反派讨厌的张大小姐挑衅，像个复读机一样，就让重提说起当年她求赐婚被拒丢人的事。政治间遵循古偶必衰定律，裴淑仪不小心崴了脚，谢灵亨带着 BGM 及时出现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弯腰温柔地帮她揉脚，强行喂狗粮。这玛丽苏一幕直接惊呆了路人 NPC， 大家都传闻世子与世子妃感情不和，结果护妻狂魔世子爷当场啪啪打脸众人，爽文实锤。而老二谢之瑜这受虐狂也开始对裴慕英改观，甚至怂怂的偷偷把写好的休书换成了和离书，说话语气都温柔了不少。两对小夫妻都回到了书房，谢灵亨精准看到了闺蜜寄来的大尺度小人书。老司机调侃裴淑仪，原来私下里喜欢看这些。裴淑仪瞬间社死羞红了脸，直呼真不是自己买的。谢灵亨这流氓则大方表示，如果夫人想玩那些花样，他绝对奉陪到底。搞事情的老夫人的寿宴终于到了，原本搬着小板凳想看笑话的长辈们，看到井井有条堪比国宴的寿宴，瞬间被打脸哑口无言。但有些八婆就是见不得别人好，非要加戏，又开始在宴席上提议给世子那几个知冷知热的妾室，这是嫌家里宅都不够刺激吗？裴淑仪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虽然之前协议约好不在乎，但现在看着白莲花表妹硬凑上来，她彻底醋意大发，酸味冲天了。霸总谢灵亨没有让大家失望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一把搂着裴淑仪冷酷拒绝了强行赛小妾的无理要求，干得漂亮难得满分。催生办主任祖母没办法，只好使出杀手锏威胁说，如果年底裴淑仪还怀不上孩子，就别怪他倚老卖老替谢家做主硬塞人了。为了年底抱上孙子，谢灵亨化身魔鬼教练，开始监督裴淑仪进行离谱的体能训练，美其名曰好为生产打下身体基础。他这直男甚至让侍从盯着裴淑仪，每天在院子里跑30圈，当这是军训呢。娇滴滴的裴淑仪直接累得当场狂翻白眼。宠妹狂魔姐姐裴慕英实在看不下去，直接物理超度使出暗器，把监督的侍从放倒，拯救了在水深火热中受苦的妹妹。裴慕英人间清醒的劝妹妹赶紧和离，觉得谢灵亨和他的家里人简直有毒，都是在 PUA 强行改变裴淑仪那无拘无束的本性。恋爱脑长出来的裴淑仪有些纠结，虽然死鸭子嘴硬说要和离，其实心里早被攻略，已经完全放不下这个默默体贴她的男人了。当晚裴淑仪回房想去发飙质问，却感人的发现谢灵亨这好男人正在挑灯夜读医书，硬核学习女子生产的相关知识。原来他这直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的安全着想。裴淑仪被这波深情彻底感动，直接白给主动扑进了丈夫的怀里。此时的青楼里，谢之瑜和裴慕英这对搞笑的欢喜冤家也终于迎来了感情的爆发，磨磨唧唧开始互相试探彼此的真心。裴慕英在青楼后台找到了谢之瑜，结果惊掉下巴的发现，他原来不是来鬼混的，而是一直在这里当理工男，悄悄研发烟花和火药。谢之瑜这穷小子花里胡哨的为裴慕英燃放了漫天绚丽的烟花，表示这就是他倾家荡产送给夫人的最极致浪漫的礼物。裴慕英不出意外的大受感动，表示自己会永远支持他这烧钱的爱好。两个原本互相嫌弃看不对眼的人，终于强行大圆满紧紧相拥。然而古偶没作妖就演不下去，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。谢灵亨在朝堂上头铁茶办宣州烙情，不出意外得罪了背后的保护伞太子。智商下线且心胸狭隘的太子，居然在御花园拦住裴淑仪，胆肥的企图对他用强，以此来老套地报复和羞辱谢灵亨。反派都这么降智吗？又是这俗套的千钧一发之际，得知消息的谢灵亨开着疾跑狂奔而来，看到妻子受辱，当场怒火中烧，武力值满格拔剑直接砍伤了太子。刺伤太子可是诛九族的死罪。就在所有吃瓜群众都以为谢家要大祸临头，准备吃席看着他们被满门抄斩的时候，强行洗白的皇帝却突然明辨是非，不仅没有惩罚谢灵亨，反而主角光环大开，赏赐了他。这出逻辑感人的替嫁大戏终于迎来了圆满。欢迎订阅，下集更溜。